在国内非常有头脸、有体面工作的、广受尊重的一些人，比如说艺术家、歌唱家，很多呀。但是他们出于种种对美国的误解，对于美国的幻想或者错误的期望，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就黑下来了。黑下来以后，他又没有正当的身份，又没有合法的地位，所以整天偷偷摸摸的，怕这个怕那个，怕被警察抓了等等。找工作呢也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所以只能够找那些黑工厂可以给他们提供的工作，那也就是最低薪，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地位。这种人不仅涉及到我们国内出去的一些人也涉及到世界很多国家的人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你肯定会有一个问题了吧？如果美国充满着宰杀线，社会情况很严重，那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都愿意去美国呢？我跟大家啰嗦啰嗦。第一个就是很多人对于美国不是很了解。因为美国呢，在世界上老是声称自己是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或者说呢，我是高山之巅的灯塔，我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人权民主价值观念等等，是其他国家所无以比及的。这些话有很大的蛊惑性很多人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呢，他就听信了这样的宣传。到了美国以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要实事求是，对于美国的情况呢，不要一棍子全部打死，但也千万不要把美国想成是一个高山之巅的一座灯塔给人类带来什么光明与指引，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这2次跟劳埃先生的共同制作节目，我认真的听了他的很多的高见等等。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热爱，我们应该有很强的爱国心，而且呢，我们在对比中国与美国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自信心我们国家40多年来一直在搞改革，在搞开放，我们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相反呢，美国现在有点焦躁不安因为他现在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特朗普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他通过把关税当作武器，要把制造业的工作带回过美国，但是他真的做到了吗？他做不到另外一个，美国最高法院很有可能在2026年2月份，最晚3月份吧，要对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4月2号发动的反华关税战和反人类的关税战进行终审审判。我觉得十有八九，最高法院会判处特朗普政府所发动的反人类关税战是违法，甚至是违宪的。到那个时候，我觉得特朗普第2个任期第1年所做的主要的就是利用关税做武器来打这个关税牌最后可能就偃旗息鼓了。这一来的话，非但没有实现特朗普所说的把制造业带回到美国，它可能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更加居高不下很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实际上是涨了。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总统老是骗美国人说这个关税不是美国人付的，这个关税是外国付的。错，这个关税据最新的一个统计，95%以上的这个关税都是美国人民自己付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对美国征收的一项税，而且呢，它会造成通货膨胀。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美国把关税当作武器，要推翻自由贸易等等，动辄就增加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这本身就是新的一道斩杀线，它会使得美国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特朗普的所作所为非但没有使得美国更加伟大或者美国更加富有，反而可能会使得美国的斩杀线多了一个名堂。另外一个，请允许我强调一下，我觉得在我跟劳埃先生的沟通交流中，我还强调了一条，我说你看一看2020年以后美国政府所作所为他想去比如说征服委内瑞拉，掠夺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其他的财富，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破坏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要吞并比如说加拿大，威胁要吞并或者占有墨西哥的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等等等等。这就表明美国现在要把它的斩杀线从美国国内推到世界很多国家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们就一定要严加防范了吧。第一个，我们不能够允许美国把斩杀线杀到我们中国国内另外一个，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一定要稳步前进，一定要捍卫我们中国人民的根本的利益，我们不能够被美国的强暴政策所吓趴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美国的斩杀线不仅仅影响到美国的国内，也影响到世界很多国家，甚至美国试图要把斩杀线杀到我们中国国内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仔细的跟劳埃先生一起聊一聊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所得出的心得体会。与此同时，我们更好的看待一下中国的情况
把中国的情况跟美国的情况进行对比，使得我们对中国有更强的信心。对于美国确实存在的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应该有更深的了解，不要人云亦云啊，被有些势力所欺骗了。谢谢大家。美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间所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那其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啊！中国社会有非常多的崇美的、恐美的、亲美的势力，他们分布在各种行业中间。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首先要从学理上理解，为什么这样一种接触政策对中国社会会产生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的原理何在？其实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看美帝国它自身体系的一个历史原型，就是罗马帝国体系。罗马帝国体系它也是这么操作的。所谓罗马帝国体系呢，就是说在罗马的扩张过程中啊，他每打下一个邻邦，他不是消灭对方，而直接跟人家拿出一个合约来说，你只要跟我签了这份合约，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你我就是盟友，我不会消灭你，不但如此，我反过来还会保护你，我有保护你的责任。但是你有什么样的义务呢？比如说下回我去打别人的时候，你要出兵出钱出人来跟我一块去打他。那么用了这一套模式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最终形成的是以罗马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符咒关系。每一家进入他体系的这些所谓的盟友啊，他们两之间是不能签盟约的，但是每个国家每个政权他都跟罗马是盟友关系。所以罗马的力量来源不是罗马中心的那点人口，而是整个进入他那个同盟体系的所有这些人口。所以罗马从一开始小小的一个山城，通过旋风式的扩张，持续600年，把当时所能够接触到的空间，西到大西洋，到苏格兰，北到黑森林，东到大山，南到撒哈拉沙漠，他所能打下的这个空间全部都打下。那么我们看看跟他签了盟约关系的这些盟友们最终的命运是什么样的。我们会看到通常在100-200年时间里边，这些盟友的内政都会陆续的遭到罗马的操纵，然后呢他们的社会会慢慢的解体。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小国小邦的内政，因为他们这个都是成为体系中的一部分，它会被这个体系所消化，里边的王公贵族人生理想都是让自己的孩子慢慢变成光荣的罗马公民。所以呢，王公贵族的孩子从小都是学罗马语、拉丁语，整个这个体系啊，它就像一口大锅一样，慢慢把这些不同的政权、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一锅煮了。这个锅它是小火慢炖，几百年下来，最后你会发现罗马周边的这些小国小邦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慢慢都被消化掉了。今天的美帝国体系也是如此，美国深入的操纵它的盟友的内政，它的盟友里边许多有钱的、有权有势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习美语，然后呢发了财的、发达了的人家呢，往往都会迁移到美国去。他并不是以自己祖国的这样一个精英为荣，而是以成为普通的美国公民为荣。这就是我们认识到这个体系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打个比方的话呢，那相当于是美国人学的罗马架起了一口大锅，小火慢炖，温水煮青蛙，有其他许多民族都进入了这口锅，中国也不例外，我们也进了这口锅。进了这口锅感到非常温暖，比以前的寒冷的对抗要好得多。因为是你进入这个体系之后，你当然会获得和平，有人保护你了，你也会获得繁荣，因为你有一个巨大的体系进行交易，那么你的分工就更加充分。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这种经济上的获益，它是以你自身生命的消失，是以你独立性的消失为代价。在古罗马体系中间是如此，今天的美帝国体系里边也是如此。所以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啊，幸亏有了这样一些以新一代华人为主的这样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跑出来造那些接触派的反。这个锅里边炖着炖着，眼看快炖熟了，这个大青蛙眼看快失去抵抗力了，眼看快不会煮散架了。这个时候呢，有一波人呢非得说原先那个煮青蛙的方法不对，他要揭开锅看看，结果捞出来让我们一呼吸到自然的空气，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之后呢，那这大青蛙一下就跑了。所以呢，虽然特朗普政府以及他们背后的这些反华智囊们吧，虽然他们短期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给我们制造的麻烦相当多，但其实客观上它戳破了美国在过去30-40年实施的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和平演变政策。